在柬埔寨的土地上，有2种建筑格外刺眼。一种藏在丛林深处，是红色高棉时期遗留的集中营废墟，铁条焊死的窗户还在风中摇晃，墙面上的弹孔像凝固的血泪，那里埋葬着近200万哀嚎的亡魂。另一种藏在边境的经济特区里，是伪装成写字楼的电诈园区，通明的灯光折射着虚假的繁荣，铁丝网内囚禁着被拐卖的员工，这里每天都在制造新的人间悲剧。从血腥的集体农庄到华丽的诈骗工厂，从消灭货币的极左实验到现金为王的黑色经济，这个国家总在极端的撕裂中挣扎。是什么让柬埔寨这个承载了1000年吴哥文明的国度，在半个世纪里从一场灾难滑向另一场困局？这背后究竟是历史的偶然，还是人性的迷途？本期彭浩野史，让我们揭开历史的伤疤，直面背后的逻辑与真相。1975年4月17日，金边市民们举着鲜花涌向街头，迎接一支军队入城。这是一支神秘的军队，他们身穿黑衣，脚踏草鞋，沉默寡言，不许合影，不许拥抱，不许欢呼。没有人知道这支军队的真名，他们只叫自己安卡。市民们以为苦难终于结束了，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熬过了法国殖民的掠夺、朗诺政权的腐败以及美军轰炸带来的灭顶之灾。但没有人知道，真正的地狱才刚刚拉开序幕。红色高棉的崛起不是偶然，这个以柬埔寨共产党为名的组织诞生于1960年代的战乱中。当时的柬埔寨，全国80%的人口是挣扎在温饱线边缘的农民，而城市里的少数权贵却垄断着从殖民时代继承的资源。1953年，西哈努克国王带领国家从法国殖民中独立，却在冷战的风暴中左右摇摆。1965年，他与美国决裂，并在越南战争中暗中支持越共，这引来了美军的一出打击。1969至1973年间，超过50万吨炸弹倾泻在柬埔寨的土地上，摧毁了2000多个村庄，数十万农民无家可归。这些愤怒的农民纷纷加入红色高棉，仇恨与排外的种子就此种下。安卡的领导人波尔布特看上去并不像个暴君，他不咆哮，不夸张，讲话轻柔低沉，还时常微笑。然而，这个肄业的法国无线电留学生脑子里却有着清晰的革命理想。他认为，当今柬埔寨的社会污染都是殖民与工业化带来的。他的梦想是清除一切与外国殖民相关的东西，建立一个没有货币、没有剥削、人人平等的农业乌托邦。对于那些在战火中失去一切的农民来说，这样的承诺如同黑暗中的微光。但在柬埔寨贫瘠的土地与残酷的现实中，这场理想实验最终演变为一场人间浩劫。1975年4月，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后，立刻颁布了一道诡异的命令：为了躲避美军轰炸，所有人必须立即撤离城市，下乡劳动3个月。当市民们背着行囊走出家门时，他们看到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贴满全城的标语：城市是罪恶的温床，只有农村才是净化灵魂的地方。这场撤离最终持续了3年零8个月，曾经有100万人口的金边变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。银行被炸毁，货币被焚烧，学校和医院被改成仓库，就连戴眼镜的人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。红色高棉试图用最极端的方式抹去柬埔寨的过去，人们被分成旧人和新人。新人是曾经的城市居民，他们是被改造的对象，每天要在稻田里干到天黑，却只能得到勉强果腹的口粮。旧人则是农村红色高棉的支持者，但即便是旧人，稍有不慎也会被划入敌对分子的行列。安卡认为，家庭关系是资产阶级毒素的温床。他们鼓励夫妻母子之间相互揭发举报，更强制把夫妻分到不同劳动队，孩子则由集体养育，即便是婴儿也不例外。无数家庭就此被拆解成冰冷的劳动编号。更恐怖的是，遍布全国的土司连，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 S21集中营。这座由中学改造而成的监狱，原本只能容纳几百名学生，
却在短短几年里关押了超过15000名囚犯。他们中既有前政府官员、知识分子，也有普通的工人、农民，其中超过半数竟然是红色高棉内部的可疑分子。在这里，囚犯们被铁链锁在铁床上，遭受电击、烙铁、悬吊等各种酷刑折磨，然后用农具杀害，最终活着走出大门的只有7个人。红色高棉的逻辑简单而残酷，任何与旧时代有关的痕迹都必须被清除。他们关闭了所有的寺庙，强迫僧侣还俗，禁止人们使用外语，甚至连传统服饰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象征。在他们的统治下，柬埔寨一切现代文明的元素迅速消失，退回了刀耕火种的年代。据后来的统计，在红色高棉统治的3年08个月里，柬埔寨失去了近1/4的人口，约170万人死于处决、酷刑、饥荒和疾病，其中20万华人、9万伊斯兰教徒、2万越南裔几乎被灭绝。如今，在柬埔寨的许多地方，还能看到当年的遗迹，被炸毁的寺庙墙壁上依然能辨认出弹孔的痕迹。农村里的老人们手腕上还留着被铁链锁住的伤疤，这些伤痕不仅仅刻在肉体上，更刻在了这个国家的骨髓里。当红色高棉的旗帜最终倒下时，柬埔寨人发现，他们继承的是一个被彻底摧毁的国家，没有货币，没有工业，没有医院，没有学校，甚至连基本的社会秩序都荡然无存。而这片废墟之上，又将生长出什么呢？1978年4月18日，红色高棉越过边境，在越南安江省制造了骇人听闻的8柱大屠杀，全村3159人，仅2人生还，这令河内震怒。12月25日，越南大军压境，开始全面反击。而此时的红色高棉高压统治早已摇摇欲坠。波尔布特的阶级净化不仅指向平民，连党内元老也未能幸免。1977年，他以侵略罪名连续处决了北部领导人贵敦和东部领导人苏平。这场大清洗让上下人人自危。越军的进攻如摧枯拉朽，仅仅10天，金边就被攻占。当越军士兵推开 S-21集中营的铁门时，看到的是遍地的镣铐、干涸的血迹，以及墙上用红漆写的标语：保持清洁是革命的责任。这个试图用暴力清除外国势力、构建乌托邦的政权，最终在外国暴力中崩塌。但和平并未降临。波尔布特与残部逃入泰柬边境丛林，依靠冷战博弈中的大国支持，持续游击战至1999年。这场战乱让柬埔寨满目疮痍，社会与经济几近崩塌。就在这样的乱局中，洪森悄然登上历史舞台。这个1952年出生的农民之子，13岁加入红色高棉，凭借作战勇猛，他在战场上崭露头角，20岁就当上了团长。1977年，因逃避波尔布特的清洗，他带着一批亲信投靠越南。1979年，越南扶持的韩桑林政权上台，洪森被任命为外交部长。1985年，年仅33岁的洪森出任柬埔寨总理。此时的国家满目疮痍，70%的桥梁被毁，农田灌溉系统全毁，人均 GDP 不足200美元。洪森提出先恢复生产，再谈政治。他开放市场，允许私人经营，甚至默许边境走私。他的这些务实举措与红色高棉的极端政策形成鲜明对比，逐渐赢得了部分民心。1989年，苏联崩溃，越南被迫撤军，柬埔寨开启和解进程。1991年，巴黎和平协定签署，规定所有派别放下武器，举行全国大选。此时的洪森面临尴尬处境，他曾与红色高棉同出一源，却又因投靠越南被视为傀儡。果然，在1993年的大选中，西哈努克的儿子拉纳列亲王领导的奉辛比克党击败洪森获胜，但洪森拒绝交出权力，最终形成两首相共治的尴尬局面。这种畸形的权力结构埋下隐患。1997年，两派武装在金边爆发冲突，洪森凭借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击败拉纳列，成为柬埔寨无可争议的掌权者。为巩固权力，洪森对红色高棉采取招安策略，以高官厚禄诱降其势力，并对降将加官进爵。
这瓦解了对手，但也埋下了腐败的种子。许多前红色高棉官员走出山林投降，并摇身一变成为地方大员，将战时的暴力逻辑带入日常治理。1998年，失去了外援的波尔布特被手下软禁，病死于丛林里。红色高棉随之彻底瓦解，退出历史舞台，但留下的是满地的地雷、千疮百孔的社会结构，以及一代人在恐惧与创伤中长大的记忆。同年，洪森在大选中获胜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独裁统治。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柬埔寨不需要多党制，就像病人不需要多把手术刀。在他看来，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，唯有强权才能带来稳定，但稳定的背后是权力的高度集中。洪森家族掌控着军队、警察和情报部门，其亲信遍布政府各部门。当他在公开场合展示与民众握手的亲民形象时，柬埔寨的权力结构已悄然成型。一个从战乱废墟中崛起的强人政权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重塑这个国家。只是没人能预料，这种稳定将把柬埔寨带向何方。1998年大选后，洪森的画像开始出现在柬埔寨的大街小巷。与红色高棉用理想主义构建的乌托邦完全相反，洪森搞的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。他不迷恋个人崇拜，不依赖政党，也不鼓吹意识形态，而是构建出一个私人化的权力金字塔。如果说红色高棉的集权统治靠革命理想和清洗维系，那么洪森的个人独裁则依靠金钱和腐败粘合。这种权贵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简单直接，洪森家族掌控核心权力，再把权力分包出去，放任下属寻租获利，以换取对其本人长期执政的支持。在金边的堆谷区，戒备森严的豪宅与一街之隔的贫民窟形成刺眼对比。洪森家族的产业版图从这里向全国辐射，长子洪马内掌控陆军参谋部，同时涉足电信业；次子洪马能垄断砂石开采，控制基建产业；七弟谢索帕拉则掌管国家警察总署，其家族经营的赌场遍布边境城市，而其党羽更是控制着地方大大小小的产业。这种政商军三位一体的结构，让权力与财富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。在这种体制中，最重要的不是能力，而是忠诚，对洪森的忠诚。裙带、回扣、寻租、土地兼并成为常态，法治沦为摆设。在柬埔寨做事必须有靠山。透明国际2023年报告显示，柬埔寨企业平均要将利润的15%用于非正常支出，才能维持运营。外资也不例外。2015年后，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投资柬埔寨基建，这种模式愈发明显。一家中资地产公司高管曾透露，在西港拿地，除了正常税费，还要给影子股东30%的干股，这些股东往往是政府高官的亲属。腐败如同藤蔓，缠绕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人辩解说，腐败是经济的润滑剂，但这种润滑下的经济增长却无法惠及多数人。2023年柬埔寨 GDP 虽达423.4亿美元，较洪森上台初期增长40倍，但财富集中在1%的权贵手中。农村地区60%的人口仍靠种植水稻为生，每亩地年收入不足200美元。城市里的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，月薪不到300美元，还常被拖欠工资。能赚钱的大力的发展，那些不赚钱的基础设施则能不投入就不投入。红色高棉时期被摧毁的教育体系至今未能完全重建，农村青少年辍学率高达58%，公路网残破不堪，至今全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，而直到2024年，柬埔寨仍有70%的村庄没有稳定的电力，医院缺医少药的情况普遍，每万人口仅拥有2.2名医生，是东南亚最低水平。一位在马德旺省行医的医生回忆，有农民为了省钱，用镰刀给自己截肢，因为去医院的路费比手术费还贵。贫困、教育崩塌和系统性腐败，为日后的电诈帝国提供了天然温床。这些灰产和政治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地方官员从中获利，军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一些高官亲属甚至直接持股其中。
洪森当局不是无力治理，而是主动放任，以此作为给手下们的犒赏。也正因如此，柬埔寨逐渐变成一个制度存在但不生效的国家，有宪法但不能限制权力，有议会但无法提出质询，有法律但不保护底层。全国上下围着金钱和腐败运转，人们对当局失去信任，只能自保或出逃。而一批批失控的灰色力量开始填补秩序真空。柬埔寨与泰国边境的波贝镇、铁丝网两侧是截然不同的世界。泰国一侧的关卡有规范的入境通道，而柬埔寨这边，赌场的霓虹灯在午后就已亮起，穿着迷彩服的保安懒洋洋地靠在门口。这里是东南亚最著名的灰色地带，也是黑产在柬埔寨扎根的缩影。赌场的兴起早于电诈，且与权力网络深度绑定。1990年代，洪森政府为填补财政空缺，颁布博彩法，允许外资在边境地区开设赌场，但禁止本国公民进入。这项看似矛盾的政策，实则精准指向跨国赌客与权贵利益。泰国禁止赌博，越南管控严格，柬埔寨的边境赌场恰好成为周边国家资金的泄洪口。西港的变化最具代表性。2005年，这里只有2家简陋赌场。2016年后，随着中资涌入，赌场数量飙升至89家。这些赌场的幕后股东名单始终模糊，却总能看到权贵的影子。洪森的七弟谢索帕拉家族控制的金界赌场占据金边核心地段，每年向政府缴纳的特别税费占财政收入的7%。当地商人私下说，开赌场的许可证比银行牌照还难拿，必须有内阁成员签字。赌场不仅是博彩场所，更是洗钱的通道。2019年，泰国警方查获的一起跨境洗钱案中，2亿泰铢通过波贝赌场的筹码流转，3天内就变成了柬埔寨的合法资产。这种灰色操作被称为洗码，赌场从中抽取5%至10%的佣金，而政府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西港2022年的财政收入中，35%来自赌场相关产业。电诈踩着赌场铺就的路径疯狂生长。2019年，中国开展断卡行动后，中国国内的电诈团伙开始向东南亚转移，柬埔寨的边境特区成了首选。这里有赌场现成的安保体系，有被腐败渗透的执法部门，还有洪森政府2008年设立的经济特区，企业入驻前5年免税，且享有司法管辖权豁免。西港的香港城是典型的电诈园区。这片占地50亩的区域被高墙与铁丝网包围，内部有写字楼、宿舍和餐厅，外围有军警巡逻。园区的开发商和诈骗头目都是中国人，这些魔鬼与当地军警签订保护协议，每月支付5万至20万美元就能获得执法免疫。他们通过网络从中国大陆、香港、台湾、马来西亚等地诱拐来员工。一旦进入园区，这些人就彻底失去自由，而成为头目们赚钱的工具。他们被迫按照头目设计好的话术布置圈套，骗取自己亲人朋友和陌生人的钱财，甚至把他们再骗进园区。一旦稍有抗拒，就会遭受电击、水牢等酷刑，完不成指标，甚至会被像牲口一样卖掉。像这样的园区，在柬埔寨边境有200余个。黑产带来的繁荣让地方政府欲罢不能。西港的地价从2016年的每平米50美元飙升至2023年的3500美元，商铺租金堪比曼谷。当地官员公开宣称电诈带动了餐饮物流和房地产，却对背后的人口贩卖、毒品泛滥避而不谈。这种利益算计与洪森家族的产业逻辑如出一辙，只要能赚钱，哪怕是带血的钞票也照单全收。因为有了保护伞，电诈园区在柬埔寨明目张胆，要从园区救个人出来，简直难如登天。2022年曝光的血奴案显示，被害人在园区被强迫卖血，然而这一案件随后被柬埔寨检方指为造假，多位救援者被判监禁，救援组织也因此被迫解散。今天，园区的保安甚至敢当着警察和救援人员的面，把逃跑者打得满脸是血。当夜幕降临，西港的电诈园区亮起灯火，与远处红色高棉时期的残垣形成诡异的呼应。这些闪烁的屏幕背后，是无数家庭的破碎，
也是一个国家在畸形发展道路上越陷越深。许多初到柬埔寨的旅行者都会被一种反差感击中，这片土地似乎天然淳朴，人民温良，甚至有些羞怯，宛如一个东南亚佛国该有的模样。可就在这幅图景背后，藏着世界上最残酷的诈骗帝国。高墙围起的园区里，有人被拘禁、殴打、活体贩卖，成千上万的电话正用中文、泰语、粤语、英文将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拖入骗局的陷阱，而柬埔寨人却充当着这些骗局的帮凶和保护伞。这是柬埔寨最令人困惑之处：一个民风淳朴的佛教国家，为何能成为全球诈骗的核心基地？这背后究竟是历史的诅咒，还是现实的推手？50年前，红色高棉的伤疤从未真正愈合，它将柬埔寨的文化连根拔起。红色高棉砸毁了90%的寺庙，佛教传承千年的因果报应观念支离破碎。当善恶轮回的敬畏心消失，当积德行善换不来温饱，许多人便一头扎进了及时行乐的泥潭。而教育体系的崩塌，让年轻人学不到技术，毫无出路，努力工作改变命运像个笑话。在柬埔寨普通人眼里，法律从来都是给弱者定的。就像当年红色高棉的新人救人能决定生死，如今官员的一句话就能让电诈园区合法存在。这种对规则的蔑视，让许多人参与黑产时毫无心理负担。既然大人物能靠权力赚钱，我们为什么不能靠园区谋生呢？而对于更多普通柬埔寨人来说，杀戮和强权带来的恐惧，让他们选择对于园区的罪恶低头不见。于是，诈骗不再只是犯罪，它成了许多人眼中唯一的机会。有人被骗来成为打工者，有人主动加入成为帮凶者，也有人一步步爬上成为操盘者。在绝望与欲望之间，善良也变得廉价。可离开了园区，这些人依旧可能是那个热心的为你指路，请你做客的村民。他们不是天生的恶人，只是在一个信仰摧毁、制度腐蚀、希望断绝的国家里，被一步步推到了深渊边缘。红色高棉摧毁了柬埔寨的精神骨架，洪森统治则让这种残缺成为常态。当一个国家失去信仰、法治与教育，恶就不再是选择，而是生计的一部分。这就是今日柬埔寨的荒诞现实：人民大多仍淳朴善良，但国家却容纳着系统性之恶。佛塔与高墙并立，笑容与勒索同存。这不是单纯的道德沦丧，而是一种历史性苦难的持续蔓延与轮回。